在1月6号，国会大厦骚乱事件震惊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。而为了新任总统就职典礼能够顺利进行，美国武装力量全部严阵以待，以应对可能的大规模抗议示威。不过，事情发展却在意料之外。在之前，支持特朗普的大量美国右翼白人民兵号召100万民兵抗议，许多右翼白人民兵在所在州组织疯狂抗议活动，甚至谋划再次攻占国会大厦行动。一名自称退休上校的人表示，1月20号抗议以及随后几天的其他游行，其规模都会让人敬畏，人数将是常备军和警察所无法比拟的。不过，就在拜登就职典礼当天，华盛顿20号报道称，当拜登宣誓就职时，戒备森严的国会大厦外全美风平浪静，即使此前有多个迹象表明有大批示威者展开抗议，但是只有零星示威。在新罕布什尔州、康科德和密歇根州的蓝星，只有顶多6名示威者在州议会大厦外；在内布拉斯加州州议会大厦外，只有3名抗议者；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议会大厦外，警察已经做好一切准备，但没有出现抗议者。这种零星示威的规模对比之前的国会大厦骚乱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之所以风平浪静，有2大因素。首先，他们冲锋陷阵，但却被背后的偶像先出卖了。特朗普发布视频撇清自己和这些抗议者的关系，称到国会抗议的暴徒不是自己的支持者。他还谴责这次国会大厦骚乱事件，称所有美国人都会为此感到震惊，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他的大部分支持者们自然不再相信他，也不会为他冒险走上街头。其次，这次冲击国会大厦的示威者遭到了清算。美国用人脸识别寻人，有的示威者被逮捕，有的甚至被公司解雇，有的甚至被列入禁飞名单，还有好多被家人或亲戚举报逮捕。在这么严重打击下，很多示威者不敢上街头抗议了。个人表现主义者、利己主义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，但是暗地里却暗潮涌动。美国外交政策聚集研究计划网站刊文称，其实美国的危机已经酝酿了数十年，但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促进了大国根基动摇。著名经济学家观点，美国成为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，白人至上至危机爆发。美国意识形态正遭遇严重丧失信誉的问题，包括外界和内部。而一个疫情失控、经济萎缩、分裂的美国，还有一大堆烂摊子正等待解决。很多高新科技应用的第一步，往往都是优先应用于军事领域，而未来战场强调信息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和集群化等特征，而量子技术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。此前我国在量子领域获得成就，很多人都感觉比较抽象，而这一次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则更具体化，它又将怎样推动中国新军事革命？19号，新华社报道称，该校中科院院士祝世宁团队将2架无人机空中编组通过光学中继，成功在2个相距1000米的地面站之间实现纠缠光子分发。这说明我们离量子网络实用化又进一大步。其实在去年，该团队就成功使用1架无人机成功进行量子通信，但是从1到2的突破其实就是点到面的过程，其难度也是呈数量级增长。之前单个无人机只需要单节量子链路，现在要发展移动量子网络，则肯定需要中继节点，难就难在这里。一般小型无人机载荷只有几千克，但需要携带复杂精密的光学仪器，这就需要将设备轻量化。而在数千个载荷内，2架无人机在飞行状态下，还需要实现单光子的高度精准根苗接收和重新发射，其难度可以用百步穿杨来形容。而这次实验证明了移动量子网络的可行性，突破这一难点，今后可以在多架无人机之间通过中继交换量子信息，而且无人机之间量子传输不被固定光纤传输限制，而且组网灵活，也没有介质损耗，也能进行应急场景下紧急组网。
比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，很多灾区通信中断，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难度，而无人机能够及时到现场搭建量子通信网。除此之外，还能链接到卫星和光纤系统，实现全球量子组网。目前，我国已经发射了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，未来还将陆续发射多颗量子卫星，计划在2030年左右建成全球化广域保密通信网络。量子通信的关键是绝对安全、无法被窃取的通信。这次实验被证实了实用化意义。最先应用的将是5G 装备间的信息传递安全，到时候无人机、潜艇、无人潜航器等一大批无人设备，能在一个绝对安全、抗干扰的状态下，实现超远距离的无人通讯和控制，打破现有的战争模式。目前，中国在这领域已经一骑绝尘，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应对它掉以轻心。18日，据多家印度和澳大利亚媒体综合报道称，在中国港口滞留7个月之久的澳大利亚煤炭货船终于抵达日本港口，船上23名印度水手将返回印度，而该船还将在几天之内进行船员更改，返回中国金塘港重新排队。报道指出，由于中澳贸易关系紧张，更多这样的船滞留在中国水域，目前大约有55艘货船在海上漂着，这就像一个个浮动监狱，严重损害船员的身心健康。较早滞留的阿纳斯塔加号航员透露，水手们有多绝望和失去理智，甚至其中一位试图自杀。澳大利亚媒体多次将此归咎于中国限制澳煤炭进口，并用人道主义危机抹黑中国，想要道德绑架逼中国让步。但外交部早就回应过，这些货船一直停在中国港口附近锚地，中方从未禁止其离开，反倒是货运方基于商业利益考虑，不愿调整货船进行安排，才导致现在这种局面。货运方几乎都是澳大利亚公司，而跑船的大部分都是印度人，反正不是澳大利亚人，否则在澳洲国内早就引发了抗议活动。这次获准进入日本的货船也是经过印度政府几个月的谈判。印度国家海员工会总书记阿博杜勒加尼塞朗有些不满表示，我们的海员陷入了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斗争中，有印度人指责中国不放行，但也有印度人愤怒指责澳大利亚商人唯利是图。而之所以造成现在这种局面，首先澳煤船滞留是因为防疫需求以及煤炭质量没达标，其次澳大利亚莫里森团队跟随美国积极打压中国，几乎什么坏事都有他的份，简直反华反到了骨子里。就这样一边砸中国碗，还想吃中国饭。最近，中国暂停进口了很多澳大利亚大宗商品，并提高关税，外界都在解读是在杀鸡儆猴，而这只鸡却还在装糊涂，连美国都不敢如此自信。还记得几年前海上狂奔的飞马风号吗？想要趁中国宣布对等，反制增收关税前抵达中国市场，因为他们知道中国认真起来不开玩笑，这本是前车之鉴。然而澳大利亚人却认为中国市场离不开澳大利亚供应链。澳洲主持人克里斯史密斯在电视台对此表示不解，认为这会对中国造成更大的麻烦，因为中国缺少了澳煤炭，闹电荒，10多亿的中国人在寒冷中愤怒挣扎，这一窒息言论简直让人窒息。而在特朗普离任后，莫里森还想继续背靠大树好乘凉。莫里森称，拜登涉华问题上仍然一如既往挺澳，看来还是死性不改。